行，小可乐已经准备好了，大家点点赞啊。我们今天差不多就直接开始故事，然后今天的篇幅比较长。大家好，我是鬼叔，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2个超长篇故事啊，首先呢，我们来讲第一个故事啊。我们今晚的第一个长故事啊，是关于我住在重庆垫江凶宅的真实经历。今天的故事呢，来自于某瓣，作者风明费。楼主说呢，事情发生在2012年夏天6月份左右，具体的日子我记不太清了。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啊，我曾经对鬼神始终都是抱有一个敬畏的心理，也说不上很信，因为毕竟之前没有遇到过之类的事情。小的时候怕鬼是因为年纪小，老是瞎想；10几岁的时候怕鬼是因为看多了恐怖片；18岁了以后是对各种的宗教都很好奇；上了大学以后，我曾经被邻居阿姨传教洗脑。那会儿呢，经常去成都的天安桥天主教堂，也说不上做礼拜或者是忏悔，单纯就是完全的好奇去参观的。然后呢，我慢慢的又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在08年那会儿，各种的蜜蜡星月都还没风靡的时候，我就经常在成都武侯祠对面的藏人一条街买各种的珠子回来穿了。说白了，我那会儿就是完全的对鬼神的敬畏、好奇以及无知。毕业工作以后，我在重庆居住，一直都是在重庆主城和黔江区出差，两地的跑。这段时间的工作做完以后，就一直在办公室里头没事做，待了1周左右的时间。有一天呢，公司里的 H 老师把我喊来，说是一起去重庆市垫江区出差，说呢就去2天就回来。过去的原因无非就是跟他们当地的甲方沟通一下，然后后面垫江的工作就由我来负责，这是一个前期铺垫的小出差。我跟 H 呢从重庆坐大巴到了垫江，先去他之前常住的一家酒店订了一个双人间。我们的出差呢是有报销金额的标准， H 找的这家酒店是一个私人老板的家庭式小酒店，环境打理得非常不错，实惠便宜。老板呢是一对中年夫妻。订了酒店以后，我跟 H 去了甲方合作单位办了事，然后呢就跟他一起去我们公司另外一个同事老赵在垫江租的房子那儿去吃了饭。老赵是垫江当地的负责人，我以后过来出差工作，虽然属于他的管辖之内，但我仍然是跟 H 直接汇报工作进度的。他租的房子呢，就是公司在垫江的办事处、住宿处。公司为了节约成本，长期有人驻点的区域一般都租的是有宿舍的，短期出差的可以自己住酒店报销。这租的房子在一个叫桂溪名苑的小区里头，靠里面的一栋的4楼左手边。小区里呢基本都是清一色的6层楼，估计建筑时间也就是5年左右。我跟 H 住的酒店就在小区正门往右走过一条河就到了。我跟 H 敲门进了宿舍，老赵正在准备我们3人的午饭。我一踏进屋子，当时就觉得这屋子里头有一股说不出来什么的腥乎乎的味道。这味道不是很重，但就是觉得有点味道，当时呢也没太在意。吃了饭以后，在屋里头参观了一下，是一个3居室的房子。这房子大概的面积是100平左右，进门左手是厨房和一个大阳台，右手是客厅，正对着的是走廊。走廊两边是卧室，2间卧室内有生活用品和寝具，走廊的正对着的是厕所。
在客厅电视柜的墙上面有放置装饰物的格子架，在这上面有一个佛像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佛像应该是一个乐山大佛的造像，当时估计也应该是房东去乐山旅游回来的纪念品吧。佛像很吸引我的注意力，因为他的眼睛是歪着的，看着很不协调，做工也比较粗糙。我当时觉得这尊佛像看着很怪，有种说不出来的邪气。然后呢，我也就没有多看了，在客厅里跟着2位同事一起聊天。房子里的用品都很新，我就问老赵，这个房子租金是多少钱1个月？老赵告诉我，这个房子呢，他当时碰上了，比周围的都要便宜，就是刚来的时候好像是有段时间没有人居住了，但屋子里头的家电家具样样齐全。我跟 H 在宿舍待了1中午以后就回了酒店，第2天就返回了重庆的主城。过了1周， H 通知我呢去垫江出差，估计要待1个月左右的样子。但由于垫江宿舍里头只有2间卧室有寝具，而且都有人住了，所以呢可以住酒店来报销的。当时呢我已经想好了，就干脆呢在那边宿舍里暂且住着好了，先睡个几天沙发，然后呢买个行军床，买1套寝具，再然后呢在外头找点住宿发票拿回去报销。 H 给了我一个电话，是跟老赵一起在垫江的另一个同事小杨的电话。 H 告诉我说，小杨呢是一个新同事，刚到公司，什么都不懂，白天老赵一般都是要外出的，小杨呢应该是在宿舍里的，到了以后可以直接的去宿舍里找小杨。回去以后收拾了行李，第2天一早买了大巴票到了垫江，打车到了桂溪民院，忘了宿舍是在哪栋楼了。我呢给小杨打电话，让他下来接一下我。之前我也没见过小杨，他到了小区门口，我一看，哦，是个200多斤的壮汉。跟小杨聊了2句，他帮我拎着行李箱，我呢背着电脑包，一起上了楼，一路上一直都在聊着天。通过这一会儿的接触，我已经感觉到这家伙呢是个对我胃口的小伙伴。到了宿舍，跟上次一样的是不太舒服的感觉还是有一点，说不上来为什么。我觉得我不是什么灵异体质，但这次真的或许就是感应到了什么。在宿舍把行李放了，跟小杨聊了好一会儿。下午出门以后去甲方合作单位把后续的工作了解了，晚上跟小杨、老赵一起在小区外面的一个大排档里吃了饭。重庆的主城啊是一个大火炉，虽然垫江这种地方属于区县，但只要到了5月还是挺热的。我们3个人吃饭的时候，每个人喝了几瓶啤酒，3个人呢都聊得很开心，但是为了第2天的工作，也没有多喝就回去了。回了宿舍，加班到了半夜，一直在教小杨核对制作图纸，该睡觉了。2间卧室他们2个人1人1间，虽然人家呢肯定会让出来给我住，但是我也不能喧宾夺主不是。于是呢我就拿了一个毯子在沙发上铺了个临时睡觉的地方。在这里睡的第1个晚上，也是唯一一个晚上很平静的就睡着了，屁事没有。第2天呢都起了一个大早，各自都有事情。我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垫江城主城区内，老赵和小杨呢要去垫江外的另一个地方，他们俩晚上应该不会回来。临走前呢，他们把宿舍的钥匙给了我，让我这2天晚上睡在里头的卧室。一早上都在忙碌，到了中午吃了饭，下午也没什么事了，就准备回宿舍里休息一下。拿着小杨给我留的钥匙走到了小区，这把钥匙上面有一个黄色的油漆点。前1天晚上吃了饭，回去的时候呢，我是用这边的钥匙开的门，走到4楼，拿着钥匙往里头怼。早上我是最后出门的，没有反锁门，钥匙插进去就跟平常正常的钥匙锁一样的顺滑，
但就是扭不动，而且是丝毫的不动。费了半天的劲儿，这大夏天的34、5度的天气，楼道里面倒不是很热，还是出了一身的汗。我当时呢有一个文件得用电脑传给别人，所以呢就有点着急，而且行李啥的都在屋子里面，也不可能不进去，不是？我呢就跟老赵和小杨打了电话，先头打的几个电话都没接我的。没办法，我就想这个小地方可能是邻里之间关系挺好的，不是？我呢去问问这边的邻居有没有这屋子的房东的电话。这楼呢是1梯2户的，屋子对面那家呢没有人住，我呢就去屋子正上面楼上的那家去敲了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的阿姨，我说我是住在楼下的，问她知不知道401的房东的电话，她说没有，然后看着她有点不耐烦了，想关门进去了，我就又问她知不知道房东在哪里住呢？然后她表情呢抽搐了一下，说出了一句话，让我半天都没想明白她为什么这么讲。她说房东啊，房东在另外一个世界。我记得当时看着她，觉得这句话非常的奇怪，她也没有说话了，但是居然感觉她有点似笑非笑的表情露在脸上。我赶紧说了一声打扰了，下了楼继续的给老赵打电话，脑子里一直在想楼上邻居那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其实这会儿我已经觉得有点蹊跷了。上次来和这次来到这边都碰到过这栋楼里面住的邻居，基本上他们都会用非常奇怪的眼神对我们行着注目礼，不光是在楼里，在小区中庭碰到的也是一样。后面呢给老赵打的电话终于接了，我就问他房东的电话有没有，我这边门打不开了，是不是能问问房东那边有没有备用钥匙，可能是钥匙的舌头坏了还是咋的吧。老赵讲房东的电话没有存，租房合同上面倒是有，合同在屋子里。没办法了，楼道里的开锁匠的电话终于派上了用场。我随便找了一个打了，谈好了50块的价格。没到20分钟吧，开锁师傅来了，我就跟他讲了情况。这会儿呢，刚好楼上有个邻居下来，也是一个中年的阿姨。这会儿我还是在想，楼上那个阿姨的说话有点怪，我呢就打了一个招呼，问她这个房东你知不知道在哪里啊？她翻白眼瞪了我一眼，也没理我。我看她呀都往楼下走了，我就也没再问。这时她又走上来了，问这里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要开锁是吗？我说对啊，门打不开了。我又追问了一句，刚才我去楼上本来打听房东住在哪里，结果人家给我讲说是房东在另外一个世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呀？他冒了一句算了，不跟你说啊，不能跟你讲。我立马反应过来了，就问他这里死过人是吗？他没有吭声，那答案就是肯定的了。这会儿我的鸡皮疙瘩已经冒了出来。但开锁师傅转过头来跟这位阿姨搭起了话。师傅讲这里之前住的是不是那个事儿？这个阿姨呢点了点头下去了。那个事儿？哪个事儿？我这会儿心里头已经开始发毛了。开锁师傅呢一下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说明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小，而且肯定是死过人，确凿无疑了。不一会儿，开锁师傅呢把门打开，问我这个锁换不换。师傅用的是一个塑料片，插进门缝，把锁舌弹开，这么开门的，没有损到锁的结构。我就想着可能还是得换吧，都已经打不开了，可能是锁里面哪里堵着卡着了。还是把钥匙插进去又试了一下，又是没有问题，一切正常。于是呢又把门关上试了一下，还是好的，再反锁再开，依然是正常。当时我心里又开始发毛，什么情况？门在玩我？算了，
开开就开开吧，先把师傅的钱结了，赶紧的又塞了一包烟，问他怎么回事，这里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师傅呢嘿嘿一笑说，算了，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不然你肯定是不敢住了。我又再次的惊到，到底什么事儿啊？于是呢又塞了一包烟，师傅终于讲了。这里以前发生的事情轰动了整个垫江城的。本来这里的原住户就是房东一家3口，小孩呢在外地上学，平时就2夫妻在住。据说他们感情很好，都是在事业单位上班，还是在政府上班。有一天中午，这2夫妻就突然的拿刀互砍，男的把女的砍死，头都快砍掉了，然后男的把自己也怼死了。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到了该给小孩打生活费的日子，小孩没有收到钱，给自己父母打电话都没人接，就跟婆婆打了电话。这婆婆也觉得奇怪，怎么就联系不到他们呢？就拿着备用钥匙过来，这一开门就吓晕了。接着警察就来了。当时来了很多的警察，整条街都直接给封了。过来看热闹的人围了个人山人海，据说当时现场里头整个客厅都变成了血海一样。听他说了以后，我当时的嘴巴都快震惊的闭不上了。回头看了一眼这屋子里的客厅，我的天，居然自己真的就在这种地方，而且还住在这儿。说实话，当时开锁师傅走的时候，我都想收拾东西跟他一块儿离开这儿，但是又想了一下，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老赵和小杨都住在这里都没事儿，难道我住着就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吗？切，怕个毛啊！送走了开锁师傅，我在屋里头开始了难熬的几个小时，知道了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在屋子里面真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里面不断的给自己鼓劲儿，怕什么怕？心理作用呗，对，心理作用。下午白天也都还好，开着电脑做点事情，时间也就过去了，也没有想太多。况且客厅阳台外面还有楼下街边的噪音什么的。晚饭呢就在屋子里吃了点零食，没有下楼去吃晚饭。到了8点左右，天已经黑了。这回他应该不会挠门了吧？好的，我们继续啊。看来我这能用手控制着它。又下去了。到了8点左右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会儿因为光线的原因和外边没有什么噪音了，我又开始在想今天发生的事，觉得毛骨悚然。这会儿我做了一个手贱的表情。事情，真的想起来太手贱了。在百度上照着关键字搜，看看能不能找到这里发生的事情的新闻什么的。这会儿在想，那会儿真的心里是有2个声音，一个在说好害怕，肯定今天这些事情不是巧合，怎么就这么让我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我得赶紧的撤，待久了会不好。另一个声音在讲，嗨，以前的事情罢了，怕个毛啊，没人见过鬼什么的，这里有什么？男的还怕这个？那会儿真的呢是这2个声音都在打架，居然真的搜到了新闻，不光有新闻，居然还有个视频。点进去一看，我的天，居然是当时警方过来侦查通报案情的新闻视频录像。这个录像应该是当时在垫江地方电视台播放的新闻，被人用手机什么的给录了下来，放到了土豆视频上面。看着这个视频，这会儿真的是鸡皮疙瘩起了一层又一层，就差掉下来了。
客厅的摆设完全跟现在一模一样，没有一点的区别，家具、家电一个都没有换。视频里的地板是干净的，应该是为了避免过分的视觉冲击被弄干净了，而尸体也应该是运走了的。视频又开始放卧室里的场景，我去，床完全就是现在屋里的2张床，就是之前 A 屋跟 B 屋的2张床兑换了一下位置。那会儿的感觉已经是彻底的快崩溃了，这房子应该就是简单的处理了一下就又租出来了。我这会儿在 QQ 上面跟老赵描述了今天这里的所有所见所闻，老赵和小杨也被吓到，建议我赶紧的出去找个酒店住好了。我居然跟他调侃了一下，说有什么嘛，男的不怕这些，实在不能住了我再出去不是。说实话，这会儿已经是坐在沙发上都不敢动了，真的是动都不敢动，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在屋里头四处的张望。这会儿坐的位置是背对客厅阳台的推拉门，客厅阳台的窗帘是拉上的，右边是开着的空调，面前是放在茶几上的电脑，右手边是前一天睡过的长沙发，对面是饭厅和厨房，厨房的推拉门是关着的，厨房门的左边是大门，右边是通向房间和厕所的走廊，而厕所和房间的门也被我关上了。妈的，心里发毛，本来还想强忍着加点儿，本来是想着强忍着加会儿班，做点事的，赶紧的上 QQ 找了一个之前认识的成都的研究西藏密宗的哥们儿刀哥，跟他详细的说了这一天的事情以后，他给我讲，门开不开是有东西不想让你进去，你身上有他们不想看到的东西。我说不可能的呀，他问我还要在那里待着吗？我说不知道啊，他跟我说应该没有什么事的，不过可以放点超度亡灵的经文什么，这样呢好一点。他传给了几个 MP3 格式的经文录音，赶紧的用电脑放着。这会儿心里面其实已经打破了之前的三观，要说之前是对鬼神的敬畏、无知和好奇的话，现在这个场景真的就是验证了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了，也是看自己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地方能见识到什么科学不能解释的事物的时候了。外面没有什么噪音，屋里制造噪音的就是空调的低频声音，电脑在放着佛经，屋里的灯都是开着的，还是很昏暗。一个人坐着不敢动，只敢看着电脑的屏幕，心里一遍一遍回想着邻居的眼神、开锁师傅的回避、视频里的屋子陈设。我不得不佩服那会儿的自己，要是放在现在自己的身上，肯定早就撒丫子跑了。居然那会儿还会在那里待着，是要自己没事找事吗？我觉得那会儿的心态真的有点是这样的。已经到了12点左右的时候，佛经用的是耳朵能承受的最大的声音放着，也开始能想想别的事了，不再瞎想。一包烟抽了一半，一根接着一根，在盘算着等会儿睡觉眼睛得睁一只闭一只。就在这时，对面的房间走廊那边传来了一点奇怪的声音。我当时觉得可能是幻觉，但是脑袋又开始大了，什么情况？应该是幻觉吧。还是手贱的把电脑的声音调低了一点，盯着走廊那边，竖着耳朵听了一下。是男人的呼噜声，没错，绝对是呼噜声，应该是从小杨睡的房间传过来的。我的脑袋已经开始发麻了，不可能吧？真的这一天我要什么都见识完吗？难道今天的一切都是幻觉？难道是小杨还睡在那个房间？难道是他的呼噜声？这会儿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有什么东西显身呢就拼了，不过还是先逃命要紧。心里一遍遍演练跑出去的路线，从大门还是从阳台跳出去。心里又想着能不能自己制造点声音，把这个声音给压过去，会不会就没事了呢？把电脑的声音开到最大，好像好了一点，但
还是能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有声音。我站起来，把右手边的电视插头插上，按下了电视，开了，赶紧随便找了一个中央台开到最大声。好了，好像真的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了。屋里面没有人的时候，电视真的是能壮胆的，不管是电视剧还是新闻什么的，里面总是有人在说话，就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了，不然真的就是感觉自己在这个房子里头像是在一个孤岛上一样。我这会儿呢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再有什么奇怪的事情，那就一定得走，不然可能真的会出事。如果后面都没有什么事，那可能是我自己吓唬自己吧。不管了，先做好准备。行李呢就一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放在其他地方的东西我也不管，赶紧的收拾了一下客厅一切能带走的自己的东西，全部的塞到了箱子里。外面呢就留了一个电脑，手机、钱包全部已经装进了裤包里。真的当时什么都做好了，就抓着电脑塞进背包，拎着行李箱就跑的准备。现在想想，其实那会儿已经害怕的不行了，只是还是不敢行动。白天外面一点风都没，晚上也是一样没有风，就坐在阳台的旁边，外面有没有风应该是听得到的。在大概1点左右的时候，厨房关着的推拉门突然发出了梆梆梆的声音，绝对不会是被风吹的声音。推拉门外面不是正对着厨房外面的生活阳台的，风不可能刮着弯，风不可能拐着弯吹，风能把门吹到这个声音也是绝不可能。门是推拉的，虽然是有缝隙，但非常的小，这个声音放在推拉门上面只会是很大的缝隙被风对着吹，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拍厨房的门的声音不是连贯的。我当时感觉自己快完了，又想着不行了，我赶紧的要跑。当时就是抓着电脑塞进背包，一把的背上，拖上行李箱，冲向了大门。在开大门的那一瞬间，右手边的厨房门有一点点轻微的，有东西在光滑的金属表面抓挠的那种声音。我当时已经快被吓晕了，开门的时候太怕门开不开了，一按门把，门轻松的开了。我抓着行李箱冲了下去，真的是在像逃命一样。在冲到小区大门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应该是逃过去了。我没有敢回头再往小区看一眼，提着行李箱就往之前跟 H 住过的那个酒店跑。老板呢已经把大门关了，敲门进去的。老板娘还认识我，问我这么晚从重庆主城到垫江吗？我的情绪没有平复下来，语速逻辑都很混乱的跟他说了今天一天的所见所闻和在那个房子里发生的事情。老板娘和老板的嘴巴大张着，眼睛都快要鼓出来了。他们是着实被这件事吓到，也被我吓到了。他们给我讲，这个房子里面曾经发生的事情，本地人全都知道，也都知道发生地在哪里。本地人呢都是不会去租那里的。现在那个房子是原先出事的那对夫妻的长辈租出来的，租金比其他地方都要低，也是因为要忽悠不明就里的外地人来住。之前那个屋子据说还租给过一个做生意的外地人，本来呢都是顺风顺水，住了那里没多久就亏了个底朝天，也就搬走了。再然后应该就是你们来住了。宾馆老板呢拿来了啤酒给我压压惊，跟他们又说了一会儿，我就去睡了。已经折腾到了2点半左右，三观尽毁，受了惊吓。睡觉呢倒是睡得很快，也没有做噩梦了，可能是因为到了安全的地方。第二天白天我还没醒，老赵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我在酒店，让他们过来找我，先别去那个房子。等他们来了，跟他们说了前一晚的所有事情，老赵和小杨的脸已经被吓得抽抽了。不过他们又说了一句让我后怕的事儿。老赵讲，屋子里头的那个电视，我跟小杨就从来没有能开过。
小杨呢也说了一个事儿，他之前有一天晚上1点左右从外面回去，在进楼栋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楼栋右边那户的生活阳台里头，有一个穿白衣的长发女人站在里面，一动也不动。当时呢，他还以为是个妹子，还说呢隔天去把妹。后面再路过的时候再注意那户，就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年轻的女人住在那里边，而住在那儿的是一对老年夫妇。所以结合我经历的事情，终于有了答案。3个人呢毛骨悚然，老赵跟房东婆婆说了要退房，没有受到拒绝或者是拖延，很痛快的答应了。后面呢得去拿屋里面他们的东西，我是跟着他们俩一起去的。进去以后空调开着，电视没有图像，我站在门口没敢进去，等着他们俩。他们呢也就是草草的收了一下就赶紧的走人了。临去拿东西的时候，我们跟酒店老板说了的，老板呢再三叮嘱我们，让我拿了东西就赶紧的走，千万不要回头看。我们也是照做的，压根儿不敢回头。这个事情就这么完了，我整个人萎了3个月。过了3年再回头想起这个事情，有很多觉得奇怪的地方。第一，为什么当时锁是好着的门却打不开呢？是里面的东西不想让我进去，还是怎么回事？这第二，是我当时在屋里面放的佛经或者制造的声音刺激到了什么东西吗？这第三，为什么有什么东西却又不现身，只是制造了呼噜声和敲门挠门的声音？4，这种发生过不正常死亡或者惨死冤死的房子里，是有冤魂，还是说他们生前的影像映射呢？第5，为什么之前老赵和小杨都住在这儿，却什么事儿都没有，偏偏就让我遇到这些呢？第6，为什么我第一次到这个房子里的时候会觉得有一股腥味儿，但他们根本感觉不到？第7，有什么东西在制造声音来惊吓我，是在警示我，还是做什么呢？第8，楼下小杨看到的女人又是怎么回事？这第9，发生的不是单一的突发事件，而是门开不开，是不想让我进去吗？网上搜资料放佛经是揭示事情，突然的有情况，难不成是警示或者惊吓要害我？跟很多的朋友讲过这个事儿，但都不是特别的详细。如今写出来这个已经是很早就想过了，想尽量的描述的清楚一点，把自己当时的真实感受还原出来。而这段经历太过深刻，唯一一次，也希望是最后一次遇到这类的灵异事件吧。最后，愿逝者安息。好的，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长系列的故事啊，就给大家讲完了。中间没怎么停啊，没怎么休息，但是这个篇幅还是蛮长的。然后我刚才有扫了一眼弹幕啊，然后有小伙伴问说这个是真实的事吗？这个搜的话是有当时的新闻在的。然后这个楼主呢，他是发布在某瓣上，对的，发布在某瓣上，作者是风明费。我相信啊，这应该是他的真情实感，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所以发布在网上的。然后我刚才还看到弹幕里说，窗帘一看就是小可乐装修过的。哎，没办法，养猫的话，这些窗帘，每个房间的窗帘基本上都被他们这2只给搞过了，都抓过了。还有弹幕说，据说当我们看鬼故事的时候，旁边都有一个鬼，旁边都有一个胆小鬼，是吧？还有弹幕里说，鬼说啊，我家的窗帘都是流苏。好的，那大家点点赞啊，我们马上到2万点赞了，2万点赞，我们直接开始今晚的故事啊。顺便刷一下大家的这个弹幕。
说鬼叔啊，有没有收到过真实的故事投稿？我们怪谈协会收录的就是大家真实发生经历过的一些故事啊。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啊，这不够刺激啊，怎么感觉有点平淡？那是因为我们这个赛道经过8年的发展，对吧？现在这个赛道的 UP 主越来越多了，那么大家能听到看到的故事也不局限于以前的比如说100个1000个，所以现在的故事种类也越来越多，可能很难再有当初的那种新鲜感。在这些的基础的加持之下，你可能觉得啊，这个故事好像比较平淡，不够刺激，没什么反转，不够恐怖，是吧？但其实我觉得来源于真实的身边的一些故事，可能仅仅是一些惊悚的素材，或者说有一些惊悚的条件在里面，它并不完全是像电影和小说里那样特别的惊险刺激，所以这样的我才觉得是更真实啊，更弥足珍贵啊。好的，我们的点赞到了，咱们今晚的故事正式开始啊。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开一个节目的头。弹幕里说关注鬼叔好久了，下个月继续充电。大家的充电帮了我们这个节目很大的忙。之前和大家说过，就是这个激励啊什么的砍的有等于没有一样，所以后面没有办法，又不想说放弃咱们这个账号，咱们这个故事节目，毕竟8年之久了，对吧？想在下一个8年能以更崭新更好的面貌和大家相见，所以推了那个充电。也感谢我们粉丝里面有很多小伙伴还是比较理解和支持的，所以我觉得很欣慰啊。还有弹幕里问鬼叔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鬼叔是北方人啊，内蒙古。我这2天都在吃饺子，没事干就吃俩饺子。还有弹幕里说鬼叔啊，今年考研被创飞了。没事啊，那你再接再厉，我相信下一次你肯定会高中的，肯定没问题的。那我们今晚的故事正式开始吧。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帖子呢，同样是来源于天涯，它的发布时间是2014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帖子的标题是说我被借尸还魂了，讲讲这5年来我的真实经历。所以按这个标题来推论的话，发布是2014年，那么这件事情的经历时间可能是在往前推5年啊，应该是09年以前的事儿了。那我们现在开始。楼主说这个故事很奇怪，因为就发生在我的身上5年了，至今为止我觉得是一场还没醒来的梦。现在的家人曾将我送去了第3人民医院，我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其实我在5年前就已经死了，我的前身是住在广东北部的一个城市，姓名和住址不能公开，望各位谅解。我那边呢也有家人，我的前身生长在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我有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哥哥。我记得我是死于一次交通的意外事故，而醒来之后，我发现我不认识身边的所有人了。那些人都是自称是我的父母、叔伯、兄弟。醒来之后的3个月，我的头脑是完全空白，就是我生前的记忆一点都记不起。我只是很漠然地望着眼前的这班人，我甚至一度地失去了语言能力。总之，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现在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所以比较难以抽时间在网上写写东西，因为重生的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已经被改变。看到很少的人回复我，我也愿意继续的分享下去。也许有人说我就是个逗逼，在这里乱说一通，但只有我才真正知道，借尸还魂的的确确的发生在了我的身上。在我醒来的那3个月，头脑一直非常的模糊，意识非常迷乱，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地方，在医院里呢？好像我是沉睡了很久而突然苏醒过来的样子。过了好几天，我在床上睡醒了，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想去卫生间。
刚好那时候家人就去给我买午饭了。但我又发现自己完全说不了话，非常奇怪的感觉。因为后来我知道自己的嗓子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能听到别人说话。但护士好像是明白了我的想法，在护士的帮助下，我进到卫生间里看到了镜子里面的自己。这时候才令我大吃一惊，因为眼前这个人非常的陌生，总好像在潜意识中认为镜子里面那个人不是我，但我又想不起我之前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过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当你身边出现了一大堆你不认识的人，说是你的亲人，或者你看着镜子里面的人不是你自己，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呢？当我的父母买回饭回来之后，发现我能够走动了，慌忙的过来搀扶着我。因为那段时间我的头还是非常的晕，总之那3个月就像一场梦。在那段时间，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也很难回忆了。据我现在的亲人说，我是醒来3个月左右才开始说话的，而我的记忆当中是突然有一天我在医院，我觉得自己脑子不是很晕了，而且可以出来说话了。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谁。当时身边的亲人都哭了，我只听到一个女的哭着说，儿子呀，你叫阿晓，全名是阿晓，当然这是我的化名，谅解我不敢用自己的真实名字。阿晓，我叫阿晓。然而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也真的是叫阿晓，而且我逐渐开始觉得身边的那些人都好像见过。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就是我的灵魂进入到了这个阿晓的身体里，而阿晓的大脑和他所有的物理器官都保留着对他自己生活的回忆。但我又绝对可以肯定，我不是阿晓。这种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人，又觉得自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的感觉，你们没法想象。而且那时候我还真以为自己是真的精神分裂了。读一下弹幕，把弹幕读完咱们就接着。弹幕里说，从初中开始就喜欢看鬼书，当时特别喜欢看灵异事件。还有说小可乐是一直搭在箱子旁边，好可爱啊。他搭到咱们镜头这边的话更好玩，我一会儿把他叫过来，或者把他抱一下，或者我把箱子换一个方向。弹幕里说，初中看完鬼书的视频回到学校呢就跟室友讲，来吓他们。你可真是个好室友啊。好的，拜拜。我镜头在这儿呢，能看到你，得站到这里来，不然怎么看到你？刚才那是我亲妹之前鬼叔在 B 站发动态里面用的那个女生的照片，就是我妹的照片，那是我亲妹那我们继续讲刚才的那个故事楼主说呢，现在介绍一下我目前的一些基本的身份信息。我现在的名字是阿晓，现年28岁。我现在的身份证显示我是88年4月份出生的，这个年份是真实的，名字是假的。我现在在广东西部的某个城市生活着。对于现在的我是怎样进入医院的，想必大家肯定有一个悬念，现在就告诉大家。我进入这家医院呢，源于一次工作事故。5年前，我是一名发型师，在站上2层的顶部挂优惠横幅的时候，不小心掉了下来。据说那个地方的真实高度是5.4米多，而且我是头先坠地，后来我就不省人事了。据我的亲戚朋友说，我被送到医院抢救，出现过2次的心脏停止跳动。医生那个时候已经给我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了，可最后呢，护士走出来对我的家人说，我的脉搏又回来了。之后就是生命体征逐渐稳定，但处于一种重度昏迷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51天，这些都是我现在的家人亲戚告诉我的。据说我爸妈那时候呢都哭晕了过去。而我现在的家庭比较富有，老爸是商人，批发服装之类的，
拥有着自己的公司，而妈妈是某家酒店的会计主管。我还有一个大我10岁的姐姐已经出嫁了。我经历过了51天的重度昏迷，还有3个月在医院的疗养，我终于可以回到我的家了。虽然是个加引号的家，虽然说能够走动，但是需要别人的搀扶。我家呢没有升降机，所以我是被我老爸的司机背着上去的。然而进到家里一看，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的感觉就是我从来没有到过这里，但这里却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非常奇怪。家里的每一处我都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但见到了却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我可以肯定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家，但我也没办法想起我之前的家在哪里。各位知道失忆是一种怎样的味道吗？就是你很努力的去回想某件事，你想不到，那么几天通宵呢你都会想，你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床上、阳台上、公园里的石凳上，一直想一直想，但你就是没办法找到答案。渐渐的又过了2个月，我不用别人的搀扶，不用拐杖的帮忙，我已经可以走路了。这时候最开心的就是现在的爸妈，而这时候一件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突然想到，现在在我面前的老爸曾经受过一次意外伤害，要用拐杖搀扶行走过。突然想到这个场景，我立马的开口和我爸说：“爸，你之前是不是也受过伤，用过拐杖是吧？”老爸嗯了一声，说：“是的，那是你6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还是在玻璃厂当工人，被玻璃滑落，伤了我的脚筋，你还记得呀？”对于老爸老妈来说，这个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是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觉得奇怪吧？既然我是借尸还魂，怎么还会有这些印象呢？其实真实的借尸还魂不仅会有自己死去的自己的记忆，还有现在重生的这个我的记忆才对。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阿晓的大脑都保存着对他过往生活的一切信息，但我是怎样进入阿晓的身体里的，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大脑脑电波频率非常接近，又或者是死去的我和现在的这个阿晓有什么关联，所以我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阿晓的身体里呢？要知道，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都是充满着磁场，而我们人类的大脑都存在着生物的脑电波，那种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真真实实存在着的一种物质。可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起任何有关死去的那个我的信息。直到1年之后，我去湖南，路过广东北部的那个城市，我才找回了前生的记忆。这个我会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告诉大家。由于在重度昏迷的那些日子里，每天的营养都靠着打点滴，所以据说原本160多斤的我瘦到了85斤，而我身高有1.76米，那时候的我看起来就像是一条竹竿，可以说如果走在街上，这风大一点，真的会被吹倒。伤心的父母在我回家疗养的这段期间，基本上每天都给我炖了鸽子汤，喂我燕窝等滋补的食品，还有中成药，还给我请了2个月的推拿师傅，帮我按摩全身的穴位，说是可以加快运行我全身的气血。在几个月的调养当中，我基本上就是吃饱了就睡，睡醒了父母就会带着我去公园里散步，然后饿了回家吃晚饭继续睡。所以我的体重在几个月的疗养中飙升回到了150多。可能是由于缺乏锻炼，所以身体属于那种虚胖。父母说我看起来比之前160多斤的我还要大个子。在家人悉心的照顾之下，我的身体状况很快的得到了改善，很快我就可以不用别人的搀扶，自己走楼梯回家了，走路也不会是一瘸一拐的了。之所以走路拐，医生说是脑震荡导致影响了大脑某个区域导致的，可是连医生也想不到我会康复的那么快。顺便提一句，在苏醒之后，我在医院度过了3个月以后，我逐渐发现我身边那些自称认识我的人，在我脑海里面
似乎都能找到一点影子了。也就是说，我好像见过他们，但又不认识他们，完全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个关于似曾相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某天你走过某个地方，或者你正在经历某个场景，在红绿灯过马路，不经意在街角抬头看着午后湛蓝的天空，看到某个人，或者自己正在做之前从没有做过的事，但你可以100%的确定这些情景你之前绝对没有发生过或者做过，但问题是你却发现自己好像经历过或者做过这些事呢。而我在家康复的这段时间，我基本上每天都是处于这种似曾相识的状态，这样令我感到非常的迷惑。因为从我苏醒开始，我一直认为现在的我不是我，到现在我认为我其实就是我，我认为现在的我不是自己，只不过是因为大脑坠地伤害过度而造成的。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个体所体验的感觉，所以才会认为自己是借尸还魂。而且我那时候想不起关于生前的那个我的任何信息。我呢，把我的感觉也迷惑告诉了父母，而父母在带我去复诊时候，也向医生说了这些情况，说我有时候觉得现在的自己不是本人，觉得周围的人和事都是陌生的，但又好像是经历过一样。当然，千篇一律，在正规医院的绝大部分医生都是绝对的唯物主义者，那种所谓的什么借尸还魂，在他们眼中不过是迷信罢了，有些甚至是某些患者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为的就是弥补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情感上的某种缺失罢了。医生在详细的检查了一遍我眼瞳和脉搏之后说，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你的身体非常健康，康复的都很好，你现在所出现的症状也许会令你感到迷惑，但在意外严重脑震荡患者后遗症里头，都有很多类似你这种的情景来出现的。大多数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感知会逐步的恢复正常。只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过来复诊，以及按时吃药，你会没事的。听到这里，在旁边的父母显然的再次松了一口气。关于为什么我不回死去的那个我的家里看一看，我会在接下来讲到。可既然知道自己是借尸还魂，回去是必定的，但我在上面已经讲了，我从医院苏醒过来，我只是觉得我不认识眼前的家人，确定我不是我，但是我对过世那个我的一点也回忆不起来。我上面也说到，我只是整天的在想我到底是谁，多少岁了，我都没有任何的记忆信息。我写这个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借尸还魂是真实存在的。有些时候呢，这种事情确实是迷信，可你们要我拿出任何支持借尸还魂的科学依据，对不起，我真拿不出。我只能尝试着用自己的知识去揭示和探索这个现象罢了。世界上有很多的未知都是无法解释的，有很多都是超自然的，这些超出我们人类思维范畴之外的事，还有用科学无法解释的事，需要人类不断的进步，或者某天会达到可以解释这种现象的成因，但就目前阶段确实无法解释。也许借尸还魂是可以用科学去解释的，只不过我们目前人类的科学技术还没有发达到那种程度，还不可以解释而已。所以人类对于一切不能解释但又确确实实出现的现象，往往过分神话或者加上迷信的色彩。或许100年之后，借尸还魂有了科学的支持，那么再次出现这个现象，就像是我们用手机打电话给另外一个人一样，非常的平凡普通而已。话又说回来，如果古人看到现在的科技、电话、电视机、投影仪、飞机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古人也会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或者是天方夜谭。可现在的我们对待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平凡的心态，
认为这些都是科学的力量。有朋友在这里呢会问到，我苏醒过来以后开始讲话的时候，会不会存在着口音的变化？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没有任何口音的变化。尽管后来我知道自己的前身是广东北部的城市，而现在的我是广东西部的城市，尽管都是广东，但我知道这两个地区的口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可是我说的就是一个广东西部某城市的正宗口音。但这里面呢也有一个小插曲，也是我上面提到过的。我有大概3个月时间呢失去了语言能力，但那段时间我可以听到父母和亲人的对话，也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但自己呢就是说不了话。我不知道啊，那时候是不是在我适应我现在这个新的身体和新的大脑，我的灵魂波段频率还不能完全的接受新的大脑所致，被现在我的身体排斥了，又或者是我觉得大家都是陌生人，认为我不是我。这种思想呢是因为自己脑震荡所导致的失忆，又或者我听了这几个月这个城市的口音，再加上我现在新的大脑保存着阿晓这个人的记忆信息，所以我说出来的口音完全没有变化。这个问题我现在都不能解释。是，我的口音没有变化，可是我的性格却震惊了我的家人。生你养你的父母最清楚的就是自己的儿女，所谓的知子莫如父，大概就这个意思吧。父母觉得我的性格沉稳了许多，他们说我以前喜欢夜不归宿，喜欢和我那些理发店的员工呢去 KTV 娱乐，不会和父母有着太多的交流。总结起来呢，就是性格外向，但是有点暴躁。而出了医院后的我，是无论父母去哪里，我都会问一句：过马路要小心，小心看车，外面太阳很晒，记得戴帽子，灰尘很大，记得戴个口罩啊。这些唠唠叨叨的话呢，在我这个被父母认为稍微带点叛逆的我身上说出来，父母当然觉得震惊了。后来父母一度直接地认为我经历了这种的悲剧，从而导致我成长了不少。因为那时候在家疗养，我和父母呢交流非常的密切，尽管在内心呢我始终认为我没见过他们，但我却觉得他们和我非常的熟悉。当然我把这些呢也告诉了父母，父母也咨询过脑科医生，诊断为暂时性失忆。对于我的失忆啊，我的父母还是非常的悲痛的。可是他们也逐渐的发现，他们的儿子无论从性格和行为都改变了，而且还是向好的一面发展，这让他们舒心了不少。从重度昏迷到失忆到疗养，到身体恢复到七七八八的时候，我向父母提出，我是时候开始工作了。我这个想法提出，首先是我的母亲开始责怪我，她说我身体呢还没痊愈就想着去工作。其实我的母亲是害怕我又回到那些狐朋狗友的身边，变回那个令她心痛的儿子。而我的父亲呢，这时候又生气地说，别再做那些不务正业的东西了，你再继续在家里休养一段时间，迟点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顺便说一下，我在住院和疗养的期间，没有一个朋友过来看我，来的都是亲戚。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我的父亲把我的手机收好了，而手机卡也被他拿走。因为我的父亲认为，如果我不和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在一起，我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而那时候的我开始逐渐有了记忆，这些记忆不是关于死去那个我的记忆，而是现在这个我的记忆。包括我可以叫出一些亲戚的名字，还有我知道自己抽屉里的钥匙放在哪儿，甚至有时候浮现出了我小时候的一些印象。那时候我相信自己，其实不存在什么借尸还魂，其实我不过是大脑受伤之后的后遗症而已。我需要慢慢的康复，而时间也证明我是对的，因为我回忆起了很多我的记忆。可直到1年之后，我们家人去湖南旅游，才彻底颠覆了我的观点。自从出事苏醒到能走动以来，我就一直的在家休养。虽然期间呢很想出去工作，但我就是说服不了父母。
父母说呢，我没有完全的康复，起码呢让我后脑那个坑长出来头发，再去工作也不迟。从那次出事以来，我脑后有个地方就已经长不出头发来了，幸好那个坑呢不是很大，而且我后脑的头发留长了点，也刚好能遮盖住那个地方。就这样，差不多1年，在父母悉心的调理之下，还有我自己也不断的做着户外运动，我的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什么蹦蹦跳跳这些完全没问题，只不过就是吃了1年的西药，感到自己出虚汗很多而已。当然，那个时候我是已经完全认定我对父母的不认识，以及我现在认为的我不是我的感觉，完全是因为我的大脑受到重伤所致。而且我已经开始记得我以前的很多事情了，那些都不是子虚乌有，而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现在这个我身上的过往。但事情的发展却最终将我震惊了，原因是我们全家的一次外出旅游。因为从我出事以来那段时间呢，全家都倍感到精神非常压抑，完全没有一刻放松过。父亲提议来一个家庭的自驾游，好好的放松一下我们的身心，而且父亲呢早已经把旅游路线完全的规划好，就一直的北上的旅游路线，一直到湖南那边，顺便呢也去看一下我姐姐还有姐夫。姐姐嫁去湖南已经7年，在我出事的那段时间，姐姐和姐夫过来这边看过我。后来姐夫因为家里经营的蛇场出了一点小状况，1个月之后走了，而姐姐却等到我能够开口说话，看到我没太大的问题才回家的。更重要的是，姐姐的第2个孩子已经出生了3星期了。我和父母呢，就是借着这个旅游的机会顺便去探望一下姐姐和那个新出生的孩子。自驾游呢就是这样开始了。我们每去到我们旅游计划的城市呢，就会玩1天，完后呢住1晚的酒店，第2天继续出发。但当我们继续北上的时候，已经到了旅游计划的倒数第2个城市的时候，我却突然发现自己忧郁了起来。各位都知道忧郁的滋味是怎样吧？就是我感到突然间的不开心，心很空虚，好像自己快要死去的那种感觉。有点怕，但大部分是心情的不舒畅，感觉非常难形容，就像一下子觉得这个世界什么希望都没有了那种。当时呢，父母留意到了我一下子沉默了，而且觉得我的脸色有些阴暗，立马的停车找了一个旅馆休息。父亲问我怎么了，是不是身体哪里出问题了？当时我不知道怎么的，一下子呕吐出来。这个场景呢，把父母顿时吓呆，因为父母认为我是不是又受到了脑外伤后遗症的影响。我呕吐之后呢，就是一阵的抽搐，全身的那种，但心情还是很忧郁。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的哭了，而且还是泣不成声的那种。我们的家庭自驾游已经接近尾声，可是去到了计划的倒数第2个城市，我却莫名的感到忧郁，而且开始呕吐，还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伤心的哭出来。按照后来医生的解释，可能是我在服用了近1年的药物，开始出现了药物的副作用，导致自己出现了忧郁。而自己在经受了那么大的变故，内心的某种情感一直被压抑着，所以在遇到某种情景，自己的潜意识开始找机会宣泄出来。当然，我不是很认同那位精神科医生的话，因为这种忧郁来得太突然了，可以说是一下子的，一瞬间就来了，而当时的我根本毫无准备。从哭泣到抽搐，严重的呕吐之后，我开始觉得全身没有力气，甚至呕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那些东西是苦苦的，是黑色的液体。开始我以为是中药，但我已经1个月没喝中药了，而且不能站立。我的父母开始觉得事态的严重，立马送我到了那个城市的人民医院，并把事情的细节告诉了医生。那时候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我可以记得发生的一切事，但后来我又开始哭泣起来，而且还是那种很伤心的哭，随之出现焦躁不安，直到现在我还不能明白我那个时候为什么那样子。当时呢，医生给我打了镇静剂，妈妈在旁边哭，父亲在抱着我，慢慢的我就昏睡过去了。
昏睡过后，我想来说的第一句话就当场惊呆了身边的人，包括我的姐姐、姐夫也过来了。我问：你们都是谁啊？我不认识在场的所有人，我记得我当时醒来确实是不认识他们的。我还说了自己是哪个地方的，哪个城市，哪条街，多少号，我都一一说了出来。那时候的自己就是拼命的想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当一个人被一群不认识的人围着，而且他们还对着你哭，你会感到非常的害怕。特别是自己记得过世那个自己记忆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很奇怪。之所以一开口问他们是谁，是因为我在昏睡的过程中像是经历了另外一个人生，我像是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有我自己的家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过世那个我的记忆，而且过世的那个我曾经就住在广东北部的某个城市。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过世那个我曾经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过。由于地磁的关系，过世那个我的思维记忆被地磁强烈的保留下来，就像是录音机磁条那样记录声音。我之所以这样推测，是因为自己曾经读过在南美有一个森林，每次打雷都会出现很多人拿着武器战斗的声音，而科学家对此的解释就是强烈的地磁记录了那些死亡的灵魂。所以我现在的解释就是，我父亲开车应该是经过了我死过的现场，因为地磁保留着我的灵魂，而那个我和现在这个我本来是脑电波频率就很一致。这个巧合使过世的我一度占领了我的意识物理载体，也就是我的大脑，所以我才会出现过世的我的那些情景以及记忆了。当然，在后来的精神科我也向医生说了我的这些猜测，而医生解释说是因为我的大脑受到外伤导致记忆开始混乱，因为人的记忆是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在脑海里面你可以构想任何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或者事物的原型必定是你自己的实际生活所经历过的事，而在你的大脑里面，你可以创造性的改变它们，甚至创造出一个客观世界不存在的东西，而人类的创造性也是来源于现实生活实践的。也是在精神科专家的一轮唯物主义的洗脑之下，我当时是接受了那个精神专家的观点，因为我不断地说我是某个城市，其实就是我出现了莫名忧郁的那个城市，某条街多少号，但当地人说没有那条街存在的。那时候的我不得不让自己信服，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来源于我自己的幻想罢了。在觉得周围人都很陌生的情况之下，那个时候我是立马的扔掉了点滴针管，接着迅速的往外跑。那时候就是我的父亲还有医生拦着我，因为那时候我是大喊大叫的。其实那个时候我感到心里非常的害怕，因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再后来，家人联系了人，把我带回到了广东西部的那个城市，之后我就进入了精神科去了。好了，那么这个帖子楼主就讲到这里，他就没有再留帖了。也就是说后来大家都不知道楼主的后续情况是怎么样，他只把帖子写到这里，就再没有登录这个 ID 账号了。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故事也给大家讲完了。我们复盘一下，其实他就是说，他醒来以后有一个自己在广东另一个城市的一个记忆但是此时他逐渐的经历过一些事情，他又觉得认可现在自己的这个新的身份，而且自己新的身份的一些记忆又回来了，所以他觉得可能之前的是自己的胡思乱想，并且在医生的这个专业的指导康复下他逐步的接受了医生的观点。可是后来在一年以后，他逐渐的康复，然后他们全家进行了一次这个去湖南的旅游，可能在经过了广东的某个城市的时候，自驾的时候，他认为是自己的父亲驾车路过了他死亡的那个地点，然后又因为地磁等等一系列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他曾经的那个意识载体被地磁所束缚着，然后当时呢可能占据了他的物理载体，就占据了当时他的这个新的身份，所以他的那些过世的记忆又回来了。然后他里边举了一些例子啊，来论证自己的这个猜测，就比如说这个古人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些科技啊，他可能都觉得是天方夜谭，觉得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经过时间的推移，沧海桑田，经过这些科技的不断进步啊，不断的革新，那么有一天可能过去的不可能，在未来都能被一一解释。所以他最后这个帖子还是认为自己是被借尸还魂了，然后他认为有朝一日这个现象呢可能是被承认的，而且可能是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个事情。弹幕里说这个楼主呢至少有一个有钱的爸爸。我们今晚的直播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差不多多播了10分钟啊，因为今天的故事呢确实有点长。然后下播以后呢，鬼叔把这个下周6的直播预告动态给发出来，大家一会儿的记得刷一下动态，在动态里面预约一下。那么我们下周6晚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好的，晚安各位，拜拜。我把小可乐包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煤气罐罐。小可乐同学怎么样？你睡着了吗？你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说一下，你是听到几分钟开始睡着的？是我说大家好，我是鬼叔，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正要抠眼珠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睡着了啊？你睡得这么快吗？下次你记得配合一下，先抠了眼珠子再睡好不好？记得早点休息啊，晚安各位，拜拜。